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设施啊，里面我们种的是白草莓，白草莓就是那种一颗卖200块那一种的 ，OK， 所以白草莓的话，就它长大的时候实际上是白色的啊，但是你拔下来放一阵子的话，它渐渐又会转红 ，OK， 那是我们从北海道移植过来，那刚开始我们带回来种的时候因为太甜了，所以长到一半蚂蚁就统统吃光 ，OK， 所以后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的甜度降低，所以我们技术可以把这个水果甜度做调整的 ，OK。那甜度降比较低以后就比较香 ，OK。所以每次人家来的话，还没有好都可以闻到香味，很特别的香味 ，OK。啊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吃到，为什么？长到快要差不多大的时候，学生就摘去吃的 ，OK。公系教授林一平联手运用学士背景，种出高经济价值的白草莓。这白草莓的话，原来在日本的北海道嘛，那边的温度就很低，但是我们现在在热带都要能够种出来，那我们就要用很多智慧的技术，还包括滴灌滴灌是特别的溶液的那种混合以后进来的，然后全部都用 AI 精准来进行，那这个完全无毒，所以我捡一颗，来，你来吃吃看。谢谢教授，直接吃吗？你可以直接吃，这因为完全没有农药。所以我捡一颗，来，你来吃吃看。谢谢教授，直接吃吗？你可以直接吃，对，因为完全没有农药。所以我捡一颗，来，你来吃吃看。谢谢教授，直接吃吗？你可以直接吃，对，因为完全没有农药。饱满鲜甜的白草莓，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吃到，打破农业看天吃饭的限制。这是我们工程商馆，我想我们这个应该都很熟，我就把它拉近，就看得比较清楚。好，这有个风车在转，有没有看到？就在转，这是一个微气象站。看这个微气象站，就刚刚看到那个农田有没有？我们农田用的那个微气象站，温度、湿度、大气压力、二氧化碳，这个水、风速等等都有。各位看到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，OK， 这是即时的，所以可以看到说，你再看这个水池，好，这个水池的话。不会了，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喷到了哈 ，OK， 其实它下面还有灯，不过白天看不到 ，OK。灯倒是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再把它关起来 ，OK。好，这可以关掉。这有另外一个，这就是刚刚那个广场的另外一面。OK， 我们这边我们在这个花园里面变成一个场域，然后让学生他去发挥他的想象力，去做他要做的这个 project。啊，各位看到这个开始在亮，有没有？好，看到了。那是另外一个，我等一下再给各位看这个换颜色的。白天看不太出来了，白天最明显的就这个东西。OK， 换颜色实际上在这里，我给各位看一下。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，我刚刚给各位看到，我可以控制这个喷水池。OK， 我会控制这个灯光的话，接下来你就可以做很多事。我可以做水舞，对不对 ？OK， 一大堆事情都可以做。然后我们这经由这种物联网城市的方式来进行的话，成本非常低 ，OK， 所以我们做这个东西的话，大概就是一般外面如果他们专业要做的话，我们包它的1%，啊，那这种东西的话，我们的设计到说，实际上你也不需要写程式 ，OK， 你只要知道音乐怎么弄，你要怎么弄把它连接起来。我们其实这东西很简单，我们设计一个东西你把线拉一拉，它就会动了，所以我相信国小学生也能够做。投票的东西也可以做很好玩的比如说我们要投票，你投一张票就是一个花瓣 ，OK， 这蓝色并不代表说你要选哪个总统那反正你投一张票，它就一直聚集就变成一朵花。那各位知道它会到处跑，它怎么跑的呢？它用手机，它手机这样动，它往那边走，拉回来，它就回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怎么办到了？很简单，就是手机旁边有个 QR code， 你的手机就像刚刚各位做的一样，跟 QR code 经由 QR code 连接上来的话，你就可以跟这个应用一起去玩。
好，按你手摇，哎，这个花瓣就全部不见了。好，那我要问各位，你要写这个应用有多难？如果你要写这种应用，要什么样的人才有办法写出这种应用 ？OK， 好，手机怎么连到物联网这部分我们已经做完了 ，OK， 所以要发展新应用的人不必担心这个部分 ，OK， 他要发展应用的人，他就要有一些创新的想法，怎么样去把这一边这个东西，好，把它想象出来，然后把它做出来。所以我讲的说，假设手机怎么接到这上面，我已经帮你做好了。那剩下这个部分，到底要什么样程度的人才能做得出来？我给各位看一个影片，各位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程度的人就做得出来。各位可能知道那种 Scratch 那种，这要做什么？做一个猫捉老鼠。然后这手机的部分，我跟各位讲过，我们已经做好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所以写应用的人，他只要写猫跟老鼠，写完就结束了。猫捉老鼠，看到没有？这东西跟刚刚那个你去动那个花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我告诉各位，这是国小学生写的。我们在交大开了那个 Scratch Programming 的班，然后国小学生去把这个写出来。OK， 所以其实你只要弄对工具的话，很简单。好，这边这是我最早在做实验的话，发展说应用都从这里开始的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这是窗帘。我给打开窗帘，这东西已经装了4年多了 ，OK， 从来没有坏掉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窗帘已经起来了。我们就打开窗户，刚才这窗户打开了。好，各位看到吧？都做得到，对 ，OK。那我后来就觉得说，好吧，那我怎样做一点事情，让你觉得说真的，你花钱是有价值。所以，我们真正在控制这个窗户跟窗帘的是什么？是二氧化碳的感测器。那二氧化碳的感测器实际上在这一边，现在这里大家都看得到。就是这一个，我这要拉近一点，搞不好还可以看到它的数字。这是二氧化碳的感测器 ，OK，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，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，它可以去算出来啊，它可以量测到你这个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高不高，太高的话，它就开窗帘、开窗户 ，OK， 好，等到它的那个二氧化碳够低了以后再关起来，好，免得蚊子跑进来 ，OK， 好，这已经不错了嘛，再找厂商来，要不要还是不要 ？OK， 二氧化碳你觉得头晕，你开窗户就好了。还是卖不出去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后来这东西什么时候才真的能卖到？就后来我们把这个弄到那个智慧农业，各位刚刚看到了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去控制洒水啊，控制什么？弄完以后，农夫就觉得那个有用，对他们非常有用 ，OK， 那成立了公司 ，OK， 然后也有订单，好，各位看到说我们全世界开始在布农场了 ，OK， 就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动，能够永续经营 ，OK， 但是我唯一的心得就是说，教授最好不要出去开公司 ，OK， 因为教授都充满幻想，你知道吗？最后开公司大部分都会赔钱 ，OK， 最好是找专业经理人。那我们用的那一些那种化学农药，我们是不用的，我们用的是那种蜘蛛蛋白，我们提炼出来特别的配方，不会伤人，也不会伤蜜蜂。通讯方式我告诉你，我们全部用有线的，生死出去都出现有线，我们用无线的全部都失败，这是很技术问题，有空感兴趣我私底下再讲。OK， 那个市面上那些商业化的那个智慧农业的东西的话，都只到那个商业等级。
好，然后它的控制东西用什么那什么 Arduino 啊哈，用什么排那个通通没用。我们最后用的那个东西呢，都已经快要到军事规格了，工业规格、军事规格。然后等个防水的话，只差你丢到水里，我们就要差一个等级，我们连水里丢进去都不会坏掉。OK， 所以就因为我们这样子弄，然后才弄成功。所以后来就发现说，台湾的那个智慧农业的那些很多方案最后都死掉，很简单，因为他们东西都没有办法持久，他们用的那个硬体、用的那些设备根本都不到那个工业等级。OK， 那你要用到工业等级的话又贵，农夫根本买不起。OK， 所以这是一个智慧农业的一个两难。所以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话，我们最后做出来的东西的话是找那个广达来帮我们量产。那我们就跟广达讲，你价钱要压得很低。那我们的最后我们希望做出来的 model 就是我们去帮助这个农夫，甚至用契作的方式，他不要付钱，就用我们的设备。然后当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种姜黄卖出来以后的话，好，再大家来分钱这样子，用这种方式。不然智慧农业的东西，台湾的农民90%根本没办法做，因为设备太贵了。OK。好，你要种就要种很贵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种的话一定是那个中草药、根茎那一种的 ，OK， 那一种的话经济价值才够高。你要种什么莴苣啊干嘛，那就不用买，那种一定赔钱 ，OK。